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老来福指的是一个人青年时期会吃苦，老的时候享清福。面相学中有以下特征的人越老越富：子女孝顺有出息，年龄越大挣钱越多。我们看看他们的面相都有什么特点。一、地格方圆。乡书中有云：天庭饱满吃官饭，地格方圆长大权。地格指的便是两腮到下巴的位置。如果一个人的地格长得方阔圆润、饱满厚实、端正不歪斜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温和大方，做事稳重有耐心，态度也比较的端正踏实，做事用心而努力，能够得到周围人的信赖。年轻时运势平平，中晚年之后，在工作和事业上的能力开始显现，事业发展越来越好，富贵加深，家庭和谐幸福。虽然在年轻时运势可能平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在工作和事业上的能力开始逐渐显现，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稳健的行事风格，使得他们逐渐获得成功，事业发展也越来越好。他们往往能够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成为组织中的核心人物。在中晚年阶段，他们的财运和地位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富贵加深，家庭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和谐幸福。这种手相的人因为性格端正，努力奋斗，所以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收获更多的荣耀和成就。二、耳珠厚大。耳朵在相学中主管一个人的智慧、财运和寿命，也是福气的象征。如果一个人的耳珠长得厚实有肉的话，代表着财运也比较旺盛。这种人一般内心非常的善良，心胸也较为宽阔，有着很强的包容心，属于天生的热心肠，乐于帮助他人，懂得为他人着想。而且这种人头脑非常聪明，考虑问题目光也比较长远。中晚年时期，随着人脉和能力的提升，财运越来越旺，想不富都难。这种耳珠厚实有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个人能力的提升，他们的人脉关系也会越来越广，财运也会逐渐提升。在中晚年时期，他们可能会因为聪明才智和积极努力而获得更多的财富和成功，他们的财运会愈发旺盛，甚至可以说是想不富都难，享受着稳定而富足的生活。三、额头饱满。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见识、心胸、能力和事业运。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饱满而宽阔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聪明，有着很强的分析和判断力，学习能力非常的强，而且敢想敢干，敢说敢做，既有谋略也有冲劲，能够处理好身边的人际关系，建立起丰富的人脉资源。在事业方面，常有贵人提携和帮助，事业发展顺利，年轻时便能取得成功。虽然会有一些挫折，但中晚年事业会越来越好。除了个人的能力和勇气之外，他们还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建立广泛的人脉资源，在事业发展中常常能得到贵人的提携和支持，因而事业进展顺利。尽管在早期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事业会越来越好，尤其是在中晚年，他们的成就会更加突出，取得更大的成功。四、法令纹如中型。中型宽大的法令纹所代表的特征，确实表明了一个人的认真负责和强大的领导力。这样的人通常对待事物一丝不苟，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他人也富有耐心和期待。他们追求完美，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着高标准。这种态度让他们在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于家庭和子女，他们同样要求严格，但也以榜样的形象影响着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因为他们的严格要求和耐心引导，孩子们长大后往往孝顺懂事，也有不错的成就。在社会中，他们享有一定的威望和地位，受人尊敬和信任。这种法令纹所代表的性格特征也使他们具备了较长的寿命，因为他们注重健康，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让他们在岁月中保持活力和健康。长眉入鬓，眉毛顺滑浓密。眉毛在相学中为兄弟宫、情缘宫和保寿宫，主掌着一个人的名利、社会关系和寿命。浓密顺滑的眉毛确实象征着一个人性情温和、待人真诚的特质。这样的人通常重视感情，与他人相处融洽，善于与人沟通，不易与他人发生冲突。他们在工作和事业上也能够表现出色，因为他们的真诚和温和性格吸引了周围人的信任和支持。眉毛中有几根长而顺滑的眉毛延伸至两边，更加强调了这种人的长寿和福报。他们的善良与助人为乐的品质为他们积累了丰厚的福报，使得他们晚年生活幸福，家庭和睦。
这种面相的人注重家庭和亲情，对待子女和家人非常关爱，也因此得到了子女的孝顺和家庭的温馨。6. 人中上窄下宽。人中即是鼻子和嘴巴之间的沟绪，在相学中也称子庭或寿堂，代表着一个人的贫富、寿命和子孙运。如果人中上窄下宽，深阔清晰，的确暗示着这个人可能出身不太好，但是他们的性格却是坚韧不拔的，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尽管在年轻时期可能会遭遇一些挫折和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运势会逐渐好转，尤其是在中年之后，他们的坚持与努力会逐渐积累财富，子孙也会得到良好的发展。这种面相的人往往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改变命运，取得了事业和家庭的成功。尽管起点可能并不理想，但是他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不懈的努力，最终能够迎来晚年的幸福与富足。7. 眼黑多。相学中将眼睛视作检察官，代表着个人的财运和命运。眼黑较多的人往往具有名气和社会地位，他们在事业上往往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也容易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即使早年的运势不太好，他们也能够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逐渐扭转局面，实现事业上的突破，赚取丰厚的财富。在婚姻方面，这种面相的人通常能够找到理想的另一半，双方之间能够互相理解和支持，建立起和睦美满的家庭。他们在家庭生活中也会表现出色，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家庭观念，能够为家庭营造温馨幸福的氛围。因此，他们往往能够享受到老年时期的福祉和幸福。8. 驼峰鼻。在相学中，鼻子被视为财帛宫，而驼峰鼻的人通常被认为性格和善，人缘很好。他们常常展现出和气的面相，给人一种亲和力和友善感。由于面相上的福气、财气和运气都能够聚集在这种人身上，因此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非常得心应手，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和支持。此外，驼峰鼻的人在生意上也有一套，通常具有较强的商业头脑和洞察力，能够把握商机，做出明智的决策。他们擅长与人交流和沟通，能够与客户、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因此，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够表现出色，成为人们眼中的佼佼者。9. 舌头红润。舌头的红润与人的身体健康、运势等有一定的关联。如果一个人的舌头呈现出红润的状态，通常暗示着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具备一定的活力和充沛的精力。这种人可能有着比较好的运势，能够在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不轻易被困难击倒，且有着良好的底气和信心。此外，舌头红润的人可能会拥有较为顺利的生活和事业发展，即使在经历一些贫困或困境之后，他们也能够逐渐走出困境，获得转机和好运。老年时期依然能够享有福气，长命百岁，可能会过上幸福愉悦的晚年生活。由于身体健康和良好的运势，他们的家族也会繁荣昌盛，子孙满堂，家庭和睦美满。10. 牙齿整洁。面相上的牙齿状态能够反映一个人的财运和个人素质。整洁而健康的牙齿通常暗示着这个人生活习惯良好，自律性强，有较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他们可能在职场上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这种人通常在工作中勤奋努力，能够获得较好的成绩和回报。此外，整洁的牙齿也象征着一个人的财富和福气。他们可能有着比较稳定的财运，能够享受到一定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收益。此外，面相中牙齿的状态也可能与旅游、移民等方面有所关联，暗示着这个人可能会在这些方面得到一定的好处或帮助，为自己和家庭带来更多的机遇和福祉。11. 龙角骨丰隆。龙角骨就是指额头两边延伸出来的两块骨头，长得很像龙骨，从眉毛的上方位置一直延伸至额头两边的骨头，而拥有这样骨相的人天生富贵，个人的领导能力强，头脑聪明，无论遇到多么紧急的状况都能够沉着冷静地处理，在工作上拥有极高的发展，一生的运势都会比较强，天生富贵命。话虽如此，然而我们不应过分依赖手相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是应该努力奋斗，相信自己的能力。男人十指五斗往往善于交际，在事业上有一定优势；女人十指五斗往往有着好运气和影响力。
无论手相如何，我们都应该积极面对生活，追求自己的梦想。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很多人认为长相越漂亮的女人越容易出轨，而事实上这是一种谬误。出轨真的和美丑无关，有些丑人多作怪，有些丑人总有更丑的人盯着。那么出轨到底和女人的面相有没有关系呢？自然是有的。今天大佬就来跟大家分享容易出轨的女人有哪些面相特征。一、桃花眼。所谓的桃花眼就是眼睛外面较高，里面较低，整个瞳仁往上倾斜，眼神迷离，似笑非笑，看起来十分迷人，很招人喜欢。有此面相特征的女人长得很好看，眼神勾魂夺魄，桃花旺盛，感情丰富，异性缘分特别好，无论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都容易有男人主动献殷勤。而这类面相的女人自控能力比较差，不懂得拒绝，但凡是有了男人主动勾搭，她们都是来者不拒，完全不会估计自己当下的身份，因此也就有了出轨或者脚踩两只船的表现。二、两腮粉红。两腮也就是脸颊的两边，如果都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好像涂了一层薄薄的胭脂，在面相学中称为桃花面。有这种面相特征的女人，长相出众，头脑聪明，爱打扮，能说会道，妩媚动人，是很多男人都喜欢的类型。这样面相的女人桃花运极好，无论年纪有多大，自己身份是怎样的，都有一些异性主动追求，再加上她们自身也比较享受被人捧在手心里的感觉，所以基本上也是来者不拒。耳廓外翻。我们一般人的耳朵轮廓都是往里边卷起，而有的人的耳朵轮廓偏偏往外翻。如果女人的耳朵轮廓是往外翻的，那表示此人思想开放，热情似火，表现欲望极强，喜欢强出风头，有时候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会很做作，也会特意表现自己。他们和贞操观念淡薄，对待感情比较随意，通常是见一个喜欢一个，只要遇见条件好一点，长得不错的男人，就使劲的往上贴，不把感情当回事。虽然说他们能力是不错，又很聪明，很能干，但如果娶回家是要担一定风险的。四、下巴溜尖儿。虽然说以现在的美容角度来看，下巴尖尖称作是美人胚子，很招人喜欢，可是从面相学的角度来说，下巴尖的女生都比较命薄，尤其是到了晚年，运势急速下降，可能会受到很多波折或是病痛折磨。有此面相特征的女人楚楚动人，在年轻的时候有些放荡不羁，把感情不太当回事，比较喜欢享受，注重物质条件，只要是能够给他们带来优越生活条件，他们就会主动献媚，花心滥情，很难真心实意地爱一个人。五、人中细窄弯曲。在面相学中，女人的子宫机能及子女缘一般都是藏在人中的。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生得过于狭窄，并且弯弯曲曲的，还有细细的红血色，那么说明此人欲望强烈，比一般人更加需要性生活，而且他们的子女缘分浅薄。不得不说，这种女人天生就比较妩媚动人，风情万种，很是招男人喜欢。无论走到哪儿，身边都有形形色色的男人围着打转，哪怕是已经结婚，对自己的生活也不检点。他们把男女关系看得很淡，缺乏责任感。如果哪个男人娶到了这样的女人，恐怕一辈子难有幸福。肩门低线儿。肩门就是在太阳穴的位置，在面相学中又称作为是夫妻宫，专管婚姻和情感。一般来说，肩门干净平滑饱满者，主婚姻幸福美满，家庭和睦，子女孝顺。相反，如果肩门遭到了破坏，或者肩门位置低陷，
那就表示此人情感不顺，婚姻坎坷。如果女人的奸门低陷，比较容易出轨，自己的老公似乎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再加上他们本身对感情也不是很在意，意志力薄弱，只要外界稍加诱惑，他们便会陷入其中，无法自拔。这样面相的女人通常缺乏主见，容易被人套路，尤其是在男女关系方面，别人3言2语就能把他们成功诱骗。以上这些是先天你容易出轨的面相特征，而面相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但若是当脸上出现以下4种细微变化时，也表示此人有出轨的征兆。人中有细线，鼻子下的一条沟，相学上叫人中，鼻口交接处为人中，代表着男女的结合处。相理上则用人中去观察一个女人的忠贞与否。当观察一个女人的人中时，如发现上面有一条横长赤色如蜘蛛线的细线，这就可以知道庐山真面目了，很肯定这个女人是红杏出墙了。山根有黑线，鼻是主管嗅觉的，而嗅觉的强弱则与生殖腺息息相关。纵欲过度，嗅觉会变弱，甚至失灵，进而影响鼻上肌肉及皮肤细胞，以致组织松弛，反光不强。故不守妇道之人，在山根部位有一条黑线连住左右眼。泪膛黑色，眼睛下面相学上称之为男女宫或是泪膛。泪膛隆高的女人性能力强，富有生命力，发育充分。泪膛部位如果呈现黑色，此为放纵过多所致。夫妻宫呈青红色，眼角鱼尾位置相学上称为夫妻宫。偷情的人夫妻宫处会呈青色，或是生黑斑、黑点，或有青红的线纹，这种情况寡。而久昼偷情后，表现者更为鲜明。如果你或者你的女朋友、你的妻子是容易出轨的女人，如何避免出轨呢？提醒朋友们，任何事情都是内因环外因相结合，才会真正发生。因此，需要我们平时留意女人自身的流年如何。即是说，流年不同，也会使容易出轨的女人发生不同的情况。再者，最好还是根据女人自身命理佩戴相应的吉祥物，如此来避免烂桃花的不断盛开。最后要调整屋宅风水，特别是卧室不能随意为之。经过相应调理，即使容易出轨的女人也相对较少发生事实。反之，即便是那些老老实实的女人，一旦情况允许，也可能由不容易出轨到一触即发哦。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需要我们细心领会和调理。都说婚姻有7年之痒，其实很多婚姻都经营不到7年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很多离婚的悲剧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性格，而命理中常说有什么样的面相就会有什么样的性格，所以面相是最能体现女人婚姻好坏的标准。那什么面相会导致女人离婚呢？这个又可以分2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自身面相不好，另一方面是配偶面相不好。大佬今天从这2方面做了一些总结，接下来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这个问题。1. 容易离婚的女人面相。1. 颧骨尖耸无肉。颧骨在相学中称为颧骨，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对于权力和利益的欲望野心。如果女人的颧骨长得高耸无肉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强势，热衷于名利和金钱，为了达到目的，做事可以不择手段，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霸道蛮横，人缘不好。在家中掌控欲极强，凡事都要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行事，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妻夺夫权，很少有男人能够忍受。在生活中容易发生矛盾和争吵，一婚难白头。2. 鼻子尖削露骨。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库，
也叫财帛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势。对女人来说也为夫宫，代表着丈夫运势。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尖削露骨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急躁，为人非常自私，凡事只考虑自己，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经常喜欢乱发脾气，而且特别挑剔，对于另一半要求非常高，容易嫁一个没出息的丈夫，经常挑对方的过错，嫌弃对方没本事。如果对方能力太强，又受不了他们这种个性，婚姻容易出现危机。3. 印堂窄小。印堂在相学中称为命宫，位于两眉之间，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度量和命运前途运势。如果女人的印堂部位长得较为窄小，宽不足1指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内心非常的狭隘，度量狭小，非常小心眼，爱记仇。在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尖酸刻薄，小气而自私，也不太会讲话，非常没有眼力劲儿，人际关系比较糟糕。在家中也是如此，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也不懂得给丈夫留面子，对婚姻非常不利。4. 腮骨过宽。腮骨在相学中也被称为反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忠诚度和人际关系。相书中有云：沟鼻旁腮不可交，其中的旁腮指的就是腮骨过宽。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霸道，也非常固执，决定的事情10头牛也拉不回来，也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刚愎自用，报复心还比较强。如果你惹得他们不痛快的话，一定会想尽方法让你比他更痛苦，而且精于算计，眼里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容易做出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毫无感恩之心，一旦得势，喜欢仗势欺人，得理不饶人，在家经常欺压丈夫，容易离婚。5. 美人尖长痣。所谓的美人尖，指的是额头的正上方中央部位的发际线下垂呈尖状。有美人尖的话，会使得整个脸型看上去非常漂亮。如果此处长痣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样貌清秀，形象较好，对于异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桃花运非常旺盛。这种女人一般对于自己的容貌非常在意，也非常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味，不喜欢马马虎虎过日子，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很受异性的追捧和喜欢，婚后依然如此，选择太多，容易做出一些不忠于家庭的事情。6. 嘴唇上方长痣。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感情厚薄。如果女人的嘴唇上方长痣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开朗活泼，处事大方得体，很有人格魅力，特别受异性的欢迎。不过在感情方面也比较开放，从来不懂得拒绝，再加上自身出色的交际能力，能够在各种场合下应付自如，婚后也不会改变。喜欢与异性玩暧昧，经常会给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使得婚姻方面不是特别顺利。7. 眼白长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白处长痣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少见。如果一个人双眼浑浊且眼白处长痣，这种女人大多眼神比较妩媚诱人，对异性有着很强的诱惑力。不过这种女人一般功利心非常重，贪图于物质和享受，属于比较拜金的类型，而且考虑问题时也是眼里只有自己，很少会在意别人的想法和看法。不论是对待感情和事业，主动性都非常强，身边的烂桃花较多，容易插足别人的婚姻，一辈子感情不顺利。2. 不能嫁的男人面相。1. M 字额，桃花多。所谓的 M 字额，指的是额头和发际线中间低，两边高，整个发际线呈 M 字状。在面相学中，这种额头的男人大多性格开朗，玩心比较重，也很有艺术方面的天分，对于异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不过这种男人大多放荡不羁，不喜欢受到约束，对待感情也不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身边的桃花运比较旺，容易背叛另一半。2. 额角低，前途差。所谓的额角低，指的是额头的发际线到眉毛之间的距离比较低窄。额头主一个人的智慧和事业运，这种男人大多智慧不高，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判断力和学习能力不强，而且目光比较短浅，难有太大的成就和发展。而且这种男人大多出身不是特别富裕，遇到困难时也得不到家中的帮助，缺少贵人提携，事业发展不顺利，进取心也不强，嫁给这种男人就等着吃苦受累。3. 鼻梁线，没出息。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帛宫，主男人的事业运和财运。如果男人的鼻梁长得塌陷无势的话，这种男人大多缺乏主见和魄力，自信心不足，而且行事比较粗心，也不太懂得关心人，遇事喜欢随波逐流，依赖心非常重，遇到一点挫折就会六神无主，遇到点失败就会一蹶不振，所以注定难有什么作为，事业上也很难有太大的成就，一生注定碌碌无为，没啥出息，难有出头之日。4. 耳骨凸，不细心。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和健康。如果一个男人的耳骨长得较为高凸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做事也比较粗枝大叶，不够细心，凡事只顾自己的感受，从来不懂得关心他人，而且叛逆心很重，喜欢与人对着干，非常不靠谱，不能在物质上给予对方安全感，不能在心理上给予对方安慰。5. 眉骨凸，臭脾气。眉毛代表一个人的脾气和性格，眉骨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眉骨长得较为高凸的话，则眼睛就会显得内凹，眼神内藏，这种人大多心机很深，让人猜不透心里在想什么。性格方面也比较容易冲动，对于自我情绪的控制力比较差，有着很强的争斗心，树敌较多。脾气非常不好，一旦动怒，做事完全不顾后果，甚至会有暴力方面的倾向，严重者还会惹上牢狱之灾。6. 眉毛乱，性格怪异。眉毛在相学中称为情缘宫或兄弟宫，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和人际关系。相书中有云，眉乱则心乱。如果男人的眉毛长得较为杂乱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和脾气都比较怪异，内心比较焦躁，做事缺乏耐心和定力，容易冲动。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感性，容易意气行事，而且说翻脸就翻脸，情商比较低，因此人缘非常差，特别容易得罪人，难有什么出息。7. 鱼尾纹齐整，花心多情。眼睛尾部的部位也称为鱼尾，眼尾的皱纹称为鱼尾纹。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从一个人眼位的纹路状态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和对待感情的态度。一般来说，人上了年纪都会有鱼尾纹，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时眼尾的鱼尾纹长得就比较齐整的话，这种男人大多对待感情也比较花心，总是三心二意，内心非常躁动，对感情缺乏忠诚，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对感情没有责任心，还是远离为好。8. 额头太高，四处留情。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见识，如果男人的额头长得较高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智商较高，头脑灵活，也很有见识和能力，很容易得到女性的青睐和欣赏。不过这种男人一般眼光也比较高，对于另一半选择非常挑剔，在感情上喜欢玩心眼儿，也比较花心，很多时候都是只谈情却不愿意结婚，凭借着自己在事业方面的成功和收入较高，容易四处留情，不可不防。婚姻是需要维护的，不管你们之前的感情有多么好，
但是一旦踏入婚姻殿堂，那么就需要更加用心地维护双方之间的关系。要知道，爱情是婚姻的开始，但是并不是维持婚姻长久的办法。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痣象有极痣和凶痣之分，而痣长在身体的不同部位，所反映的个人运势也不同。你知道你身上的痣有什么意义吗？对你来说是好运还是霉运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享5颗暴富痣和5颗穷痣，看看你的是哪一种。1. 太阳穴有痣。太阳穴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为驿马宫，代表着一个人外出时的事业运和工作状况。如果太阳穴部位长得饱满丰隆，气色红润，且长有一颗外形较好、色黑形圆个小的极痣的话，代表着一个人非常的适合离开家乡去外地发展。正所谓不动则死，动则生。这种人一般工作运比较出色，行动力非常强，容易发现和把握住很多的机遇，从而获得高额的财富收入。2. 上眼皮有痣。眼皮即是眉毛和眼睛之间的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为田宅宫，代表着一个人的田产、房屋等不动产状况，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家庭关系。如果一个人的上眼皮部位长有一颗小而黑亮的极痣的话，代表着一般性情非常的忠厚老实，做事踏实而认真，而且祖运较好，能够继承祖辈留下的财产，命中贵人运较好，也容易得到贵人的提携和帮助，事业和财运发展顺利，一生不用为金钱发愁。3. 鼻头有痣。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帛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鼻梁代表正财，鼻头代表偏财。如果一个人的鼻梁挺直且鼻头饱满有肉，还长有一颗形状非常小，看上去又不太明显的黑痣的话，代表着偏财运非常好。这种人往往有着很强的投资理财天赋，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比较强，很有经商方面的天赋，偏财运非常好，经常会有一些意外之财入账，而且守财能力非常强，善于积累财富，但是感情方面却容易出现变故。4. 印堂有痣。印堂位于两眉之间，在相学中也称命宫或事业宫，代表着一个人的命运变化和事业变动。如果印堂处饱满光洁，且长有一颗颜色呈赤红色的极痣的话，这颗痣在相学中也称为双龙抢珠。长有此痣的人一般性格比较深沉，平时话不太多，不太善于交际，但是头脑聪明，善于谋划，做事很有规划。年轻时可能事业发展平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魅力开始慢慢显现，事业和财运发展非常快，但是感情方面容易出现问题。5. 左下巴有极痣。下巴在相学中也称为地库和奴仆宫之所在，有着左财右权的说法。左边的下巴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右边的下巴代表着权势和地位。如果一个人左下巴部位长有极痣的话，这种人大多数头脑聪慧，做事稳重大方，而且心胸开阔，富有包容之心，很有责任心和担当。身边的朋友缘和贵人运非常好，身边有很多的好帮手，能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事业平顺，一生大吉大利，蓄财能力非常强。说完了5颗暴富痣，接下来我们来讲身体的5颗穷痣，如果有的话建议点掉哦。1. 颧骨代表着人的权力地位，在面相学中被称为是权力之骨，也能体现一个人的野心欲望。若是一个人的颧骨高并且饱满，有肉的加持，则说明其人在社会或者事业上有比较高的地位。但如果一个男人的颧骨上长痣，那么便会阻碍他们的发展，无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遇到的坎坷比较多。这种男人为人比较自大、自私自利，不会尊重他人，会直截了当地
指出领导错的方面，让别人尴尬下不来台，这种人自然是会被上司膈应，不得重用，难以往高位爬，并且还有可能被别人挤压，甚至丢失工作，生活过得并不如意。2. 眼角到发际线的部位是太阳穴，在面相学中也被称为夫妻宫，若是此处长痣，则被称为泪痣，大多数与感情方面的发展状况有关。男人的眼角上有泪痣，则说明其人的感情上比较花心，对待情感不认真，即使在婚后有了伴侣，也会与其他异性勾勾搭搭，暧昧不清，不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女人眼角的泪痣是克夫痣，不仅自己事业方面发展不顺利，也会给丈夫带来负面的影响，生活无法得到保障。3. 印堂在相学中被称为命宫，也叫事业宫，是一个人越是变化的体现之处。若是印堂处有什么变化，则说明其人的命运也会有所改变。而印堂上长痣，大部分为凶痣，代表情人，一生中的运势不平，无论做什么事都难以成功，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和困难，并且大多有破财之兆，可能会因为事业的破败带来财运上的波折，或是因为身体健康发生变化，导致积蓄一下子变少。此处长痣必须把它去掉，以免带来更多的不良影响。4. 山根，山根位于印堂之下，而此处长痣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凶痣。山根上的痣影响的是人事业的发展，一般有这种志向的人，无论在工作中怎样努力，都很难得到良好的回报，有时甚至会被别人抢了功劳。他们在同事之中不出众，所以得不到上司的赏识，并且一生多做无用功，天生苦命，一辈子碌碌无为。5. 在相学当中，鼻子主财，而鼻头与鼻翼合称为财帛宫，鼻翼为财库，若是在鼻翼的位置处长有恶痣，就像是在钱袋子上面有一个大窟窿，就算是挣再多的钱，自己也存不住。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破财严重，很难会有好的发展，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都得不到解决。以上就是5种暴富痣和5种穷痣，提醒相学需结合多种特征来分析，请大家合理参考。在生活中总是不乏这样的人，年轻时风光无限，常常走好运，结果到了老年孤苦可怜，晚景堪忧。而与之相反，年轻时辛苦奔波，整天劳碌，到了晚年儿孙满堂，子孙孝顺，幸福圆满。曾经有位作家这样说过，年轻的时候不流汗水，那么年老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眼泪。所以人生再风光，不如年老享清福。那么从志向角度分析，身上哪些地方长痣越老越富贵呢？下面大佬给大家讲一讲。1. 下巴长痣。下巴在面相学中也称为地格，代表着一个人的子孙运、福禄运和晚年运。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饱满圆润或者方阔有肉的话，这种人晚福较重，晚年的生活比较幸福。若是这种下巴再长有一颗亮黑小圆的极致的话，这种人一般做事踏实认真，头脑也非常的聪明，很有创业和经商方面的天赋，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非常强，能够攒下很多的不动产，晚年有福又有钱。2. 额头中央上方长痣。额头的正中部位在相学中称为天中，也称为官禄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状况、祖业根基和一生的福禄状况。若是天庭部位长得饱满光洁，且正中央的稍上方长有极痣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目光长远，属于心智非常成熟的一类人，考虑问题比较全面，也善于处理与长辈或上司的关系，祖业殷实，既能得到家中的帮助，也能靠自己的努力开疆拓土，事业财运都比较出色，一生享不尽的福禄。3. 膝盖后窝长痣。腿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行动力和忍耐力，而膝盖则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心。
如果右膝盖长痣的话，异性缘比较差，容易晚婚，婚后生活非常辛苦。左膝盖长痣则代表着工作能力强，人际关系好，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若是膝盖后窝长痣的话，这种人一般做事非常踏实，而且聪明好学，理财能力非常强，年轻时便能挣下丰厚的钱财，子孙运较好，晚年富贵又幸福，一生不为钱发愁。4. 背部正中长痣。在相学中，背后代表着一个人的责任担当以及承受能力，所以背部的痣大多为吉痣。如果一个人的后背正中央位置长痣的话，这颗痣也称为福如东海痣。长有此痣的人不仅富贵，而且还可以长寿。这种人一般心态乐观积极，做事认真踏实，忍耐力极强，也有着很强的责任心。从小可以得到家中的庇护，长大后可以得到贵人的相助，事业上定能有所成就，晚年能享儿女福，一生富贵。5. 肚脐后方长痣。肚脐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健康、聪明智慧和事业财运。如果一个人的肚脐正对着的后腰位置长痣的话，这颗痣也称腰缠万贯痣。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智慧较高，行动力比较强，做事精力非常旺盛，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心智方面比较成熟，而且内心善良，乐于帮助他人，人缘非常好，一生妻贤子孝，容易获得不错的收入，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越来越有福。6. 小腹有痣。小腹即是肚脐的稍下方部位，如果一个人的小腹部位长痣的话，这颗痣属于一颗典型的福痣。长有此痣的人一生很有福气，赚钱能力也比较强，不愁吃穿，也不缺钱花。另外，这颗痣也为一颗桃花痣，长有此痣的人一般桃花运非常好，很受异性欢迎。这种人性格也非常开朗，是大家眼中的开心果，能够给身边的朋友带来快乐。事业上遇到困难时，常有朋友相助，婚姻幸福，家庭和谐，一生富贵健康。7. 大腿有痣。大腿即是膝关节与胯部的正中位置，如果此处长痣的话，是福气和富贵的象征。如果是大腿外侧长痣的话，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聪明，而且做事踏实认真，非常勤劳，性情稳重大方，给人一种很强的可信赖感和安全感。即使出身比较贫困，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快速发家致富，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大腿内侧长痣的话，代表着子女运较好，往往晚年时能够享受到儿女的福气。8. 耳垂有痣。耳朵在相学中为肾之外窍，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福气和财运。如果一个人耳垂部位长痣的话，这种人大多天生内心非常纯良，在待人处事方面真诚而大方，而且智商和情商都比较高，考虑事情非常理性和全面，人缘非常好，朋友也比较多，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财运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富。而且这种人一般肾气充足，精力旺盛，生命力比较顽强，身体比较健康，一生富贵而长寿。9. 脖子后有痣。脖子的后方部位在相学中也为人的靠山，代表着一个人的行事作风、工作能力和感情运势。如果脖子后方长痣的话，这颗痣在相学中也称为屋下藏金。这种人一般个性非常低调内敛，不喜欢炫耀，做事非常踏实，内心比较平实，工作能力非常强，也很有经商方面的天赋，即使有钱也不喜欢露富。虽然前半生可能会非常忙碌和辛苦，但是中年以后积蓄钱财的能力强劲，能够积攒下万贯家产，越老越有福气。10. 后腰有痣。腰部在相学中代表着财运，故而古语中经常用腰缠万贯来形容一个人非常有钱。如果一个人的后腰处长有形状圆润、色泽明亮的吉痣的话，代表着一生顺利之意。长有此痣的人大多性格纯良，待人处事方面热心而真诚，乐于助人，脾气非常好，
还很会说话，与周围人的关系比较和谐，人缘非常好，桃花运也比较旺盛，很受异性的喜欢。一生财运亨通，子女长大有出息，年龄越大，福气和财气越厚重。11. 脖子右前侧有痣。脖子为连接身体和脑袋的连接处，上承智慧，下接体魄，对一个人的命运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因此古代形容某些地方的重要性的时候，都会用咽喉要地这个词。脖子主财运，如果一个人的脖子右前方长痣的话，这颗痣主富。这种人一般目光长远，善于发现和把握机遇，而且头脑聪明，善于利用自身的长处和优势，对外沟通能力也比较强，善于借势，挣钱能力比较强，一生财富满满，必定能够大富大贵。12. 肚脐上下有痣。肚脐为婴儿还在母胎时汲取营养的纽带，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财运和健康。如果一个人的肚脐上方或下方1指宽左右位置长痣的话，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聪慧灵活，反应能力比较快，做事圆滑，懂得变通，学习能力也非常强，为人特别有才华，个人能力十分出色，在事业上往往能够崭露头角。女人有此痣易嫁贵夫，男人有此痣易发大财，婚姻事业两不误，越老越富贵。人一生的运势好坏是需要综合分析的，其中包括很多方面，不必只看重志向，只将其作为一个生活的参考就好了。如果因为某颗痣的好坏而打乱了日常的生活，便有点得不偿失了。无论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志向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并不是你拥有好的志向就一定会怎样，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